如果你最近在关注美股，一定被 SpaceX 即将上市的消息刷爆了屏幕。1.75万亿美元的估值，比整个台积电还要高，比英伟达巅峰时期还要疯狂。但我要告诉你，现在所有媒体都在讲的星辰大海故事，恰恰是这个市场最大的陷阱。你可能已经看到了无数篇文章，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司，说上市就是财富自由的最后机会。但很少有人提到，这家公司到现在还在亏钱，而且亏得非常多，累计亏损超过400亿美元，债务300亿美元，每天光是利息就要烧掉250万美元。看完这期视频，你会搞清楚3个问题：SpaceX 1.75万亿估值的底层逻辑到底能不能成立？纳斯达克为它修改规则背后隐藏着什么真相？以及普通投资者在这场资本盛宴中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资金不被情绪化追高后的损失所影响？大家好，我是刚子，欢迎来到刚子财经说。就在上周，马斯克正式确认了 SpaceX 的 IPO 计划，股票代码 SPCX， 预计开盘价135美元，对应市值1.75万亿美元。消息一出，整个资本市场都沸腾了，有人连夜开通美股账户，有人把房子抵押准备全仓入场，甚至有人说，错过 SpaceX 就等于错过了整个太空时代。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一家连续亏损了20年的公司，一家每天要烧掉250万美元利息的公司，凭什么能拿到1.75万亿美元的估值？凭什么能超过苹果、微软、谷歌这些年赚几千亿的科技巨头？这才是很多人忽略的关键。我先给你算一笔账。现在 SpaceX 的年营收大约是180亿美元，1.75万亿的市值对应的市销率是94倍。这是什么概念？英伟达现在的市销率是22倍，苹果是7倍，谷歌是5倍， Meta 是6倍。也就是说，一个 SpaceX 的估值等于4个英伟达、12个谷歌、17个苹果。你会发现，这个估值已经完全脱离了任何传统的财务分析框架。所有用现金流折现、市盈率、市净率来分析 SpaceX 的人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这是一个巨大的泡沫。但资本市场为什么还在疯狂追捧？因为马斯克给他们讲了一个完美的故事，一个关于火箭、星链和太空算力的3层楼故事。这个故事逻辑严密，环环相扣，几乎找不到任何破绽。我把它叫做 SpaceX 的商业闭环。第一层是火箭。很多人以为火箭是 SpaceX 最赚钱的业务，其实恰恰相反，火箭本身根本不赚钱，甚至是亏钱的。每次发射猎鹰9号，成本大约是6000万美元，而收费只有6200万美元，几乎没有利润可言。如果算上研发成本和失败损失，火箭业务其实一直在赔钱。但火箭是 SpaceX 最重要的资产，因为它是一张上天的许可证。在 SpaceX 出现之前，人类进入太空的成本是每公斤1万美元，而现在猎鹰9号把这个成本降到了每公斤2000美元。星舰如果成功，这个成本会进一步降到每公斤200美元，下降了整整50倍。这就像当年互联网出现之前，没有人能想象到互联网会改变世界，因为那时候上网的成本太高了。直到宽带出现，上网成本降到了普通人能承受的程度，互联网才真正爆发。火箭就是太空时代的宽带，它降低了进入太空的门槛，修建了一条通往太空的高速公路。没有这条高速公路，后面所有的故事都无从谈起。这才是火箭业务真正的价值，它不是用来赚钱的，它是用来给后面的业务铺路的。第二层是星链，这才是 SpaceX 真正的印钞机。现在星链已经在轨道上部署了超过11000颗卫星，覆盖了全球几乎所有地区，用户数量超过1000万，每年营收超过10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翻倍的速度增长。按照这个速度，到2030年，星链的用户数量会超过1亿，年营收会超过1000亿美元。很多人以为星链只是用来给偏远地区提供互联网服务的，这就大错特错了。星链真正的价值是它成为了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未来，所有的自动驾驶汽车、所有的无人机、所有的物联网设备、所有的移动终端都需要低延迟、高带宽的全球网络连接，而地面基站根本无法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和陆地面积，只有星链能做到。你要注意，星链不是一个普通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它是一个全球垄断的卫星互联网运营商。现在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公司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挑战星链的地位。垄断就意味着定价权，一旦星链成为了全球数字世界的入口，
它就可以向所有使用这个入口的公司收过路费，就像现在的谷歌和苹果向所有应用商店里的 App 抽成30%一样。这是一个确定性极高的现金流业务。只要星链的卫星网络建成，它就会像自来水和电力一样源源不断地产生收入。但这还不是最疯狂的，最疯狂的是第三层 AI 和太空算力。真正关键的是，马斯克已经把 SpaceX 和 xAI 深度绑定在了一起。xAI 的 Grok 3模型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强大的 AI 模型之一，而未来 xAI 的所有算力需求都会由 SpaceX 的太空数据中心来提供。这里你一定要听完，这是整个故事最核心的部分，也是资本市场愿意给94倍市销率的根本原因。现在 AI 发展最大的瓶颈是什么？不是芯片，是能源。训练一个 GPT-4 级别的大模型，需要消耗相当于一个小城市1年的用电量。未来的 GPT-5、GPT-6 需要的能源会呈指数级增长。地球上的能源是有限的，而且分布不均。煤炭、石油、天然气总有一天会用完。核能的建设周期太长，而且有安全风险。但太空不一样，那里有无限的太阳能，没有大气层的遮挡，太阳能的强度是地球上的1.5倍，而且24小时不间断，没有白天黑夜，没有阴雨天。如果把数据中心搬到太空，用太阳能供电，算力成本会降到几乎为零，而且不需要占用地球上的土地，不需要冷却系统，不需要担心电力供应，这才是真正的算力革命。马斯克已经宣布 SpaceX 将在2030年之前发射第一个太空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的算力将超过现在地球上所有数据中心的总和，而且成本只有地面数据中心的1/10。到那个时候，谁拥有太空算力，谁就拥有了 AI 时代的话语权。算力本位的时代，谁拥有顶级算力，谁就坐在王位上。这个市场的潜力有多大？有人估算过，未来全球 AI 算力市场的规模会达到26万亿美元，这比现在全球所有科技公司的市值加起来还要大。你看，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火箭降低了进入太空的成本，星链提供了全球网络连接，太空算力提供了无限的计算能力，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无法被打破的生态系统。从逻辑上讲，这个故事没有任何问题。它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一个人类真正进入太空时代的未来。但问题就在这里，逻辑完美不等于现实可行，故事好听不等于值得投资。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可能会打破你对 SpaceX 的所有幻想，但如果你真的打算投资这家公司，或者你手里持有任何科技股，你都必须认真听。我先给你算一笔账，要支撑现在1.75万亿美元的估值， SpaceX 未来10年的营收需要增长多少？答案是59倍。也就是说，从现在的180亿美元增长到2035年的1.06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苹果现在的年营收是3830亿美元，微软是2450亿美元，谷歌是3070亿美元，三家加起来是9350亿美元。也就是说 SpaceX 要用10年时间做到比苹果、微软、谷歌三家加起来还要大，这可能吗？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在10年时间里把营收增长59倍。就算是增长最快的英伟达，过去10年的营收也只增长了25倍。苹果过去10年增长了3倍，微软增长了4倍。就算 SpaceX 真的创造了奇迹，做到了营收增长59倍，那时候它的市销率还是1倍。而现在苹果的市销率是7倍，微软是12倍。也就是说，到2035年 SpaceX 的股价还要再涨7倍才能达到现在苹果的估值水平。这已经不是奇迹了，这是神话。很多人会说，马斯克是创造奇迹的人，他把特斯拉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做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他把 SpaceX 从一个笑话做成了全球唯一的商业航天公司，所以这次他也能创造奇迹。但你要注意，特斯拉上市的时候市值只有17亿美元，而 SpaceX 现在上市的市值是1.75万亿美元，是特斯拉上市时的1000倍。特斯拉上市的时候，电动汽车的市场渗透率不到1%，而现在全球电动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20%，增长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SpaceX 现在面临的情况也是一样，当它以1.75万亿美元的市值上市的时候，所有的预期都已经被打满了。
所有的利好都已经被提前消化了，剩下的只有失望。我给你看一组历史数据。过去30年，所有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科技巨头 ，Apple 之后的第一年，平均最大跌幅是55%。亚马逊1997年上市，市值4.38亿美元，上市之后一年最大跌幅90%。谷歌2004年上市，市值230亿美元，上市之后一年最大跌幅60%。Facebook 2012年上市，市值1040亿美元，上市之后一年最大跌幅50%。英伟达2010年的市值是100亿美元，2021年巅峰的时候是8000亿美元，但中间也经历过2次超过70%的暴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在 IPO 之后一路上涨不回调。越是伟大的公司，回调的幅度越大，因为市场对他们的预期越高，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股价就会暴跌。而 SpaceX 现在的预期已经高到了天花板，任何一点不及预期的消息都会引发股价的雪崩。比如，如果星链的用户增长速度放缓，如果星舰的研发进度推迟，如果太空数据中心的成本比预期高，如果 XA 的 AI 模型被 OpenAI 或者谷歌超越，任何一个意外都会让1.75万亿的估值瞬间崩塌。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纳斯达克为 SpaceX 修改的上市规则。就在上个月，纳斯达克 quietly 宣布将 SpaceX 纳入指数的观察期从原来的90天缩短到了15天。很多人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给你解释一下。正常情况下，一家公司上市之后要等90天才能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或者标普500指数，而全球有超过10万亿美元的指数基金是被动跟踪这些指数的。也就是说，一旦一家公司被纳入指数，这些指数基金就必须买入它的股票。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资金量，仅仅是标普500指数基金就有超过7万亿美元的资产。如果 SpaceX 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基金必须买入大约3%的市值，也就是525亿美元的股票。原来的90天观察期是为了让市场充分消化 IPO 的情绪，让股价回归合理区间之后，再让指数基金买入，这样可以保护普通投资者，避免他们在最高点接盘。但现在，纳斯达克把观察期缩短到了15天，也就是说 ，SpaceX 上市之后的第2周就会被纳入指数，指数基金必须在股价最高的时候大规模买入，这才是整个事件最肮脏的部分。你要知道 ，SpaceX 的早期投资者，比如红杉资本、软银、富达投资，他们的持股成本只有几美元一股，有的甚至只有几美分。他们已经持有了10几年，现在终于等到了上市套现的机会。而指数基金的强制买入，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接盘侠。他们可以在上市后的前2周，把手里所有的筹码全部抛给指数基金。而指数基金背后的钱是谁的？是普通散户的养老金、退休金、401k 账户。也就是说，纳斯达克修改规则，本质上是在帮助早期的机构投资者把手里的低价筹码高价卖给普通散户。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是摆在明面上的抢劫。很多人会说，我长期持有，不在乎短期波动。我相信马斯克，相信 SpaceX 会改变世界。就算现在买贵了，10年之后肯定会涨回来。我不否认 SpaceX 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它确实在改变人类的未来。但伟大的公司不等于好的投资，这是我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一家伟大的公司和一笔好的投资是两码事儿。特斯拉是伟大的公司，但如果你在2021年900美元的时候买入特斯拉，现在还亏着50%，你已经持有了5年，还要再等多少年才能解套？英伟达是伟大的公司，但如果你在2021年300美元的时候买入英伟达，直到2023年才解套，中间经历了70%的暴跌，有多少人能扛得住这种跌幅？亚马逊是伟大的公司，但如果你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买入亚马逊，你要等整整10年才能解套。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再好的公司买贵了就是灾难。现在 SpaceX 的估值已经把未来20年的增长都提前兑现了。就算它真的实现了所有的目标，股价也不会再涨了，因为所有的利好都已经被定价了。而如果它有任何一点没有实现，股价就会暴跌。这是一个典型的不对称风险，上涨空间有限，下跌空间无限。真正聪明的资金往往不会在最热的时候冲进去，他们会等市场情绪冷却下来，等股价回归合理区间，
等那些追高的散户都割肉离场之后，再慢慢买入。巴菲特说过，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当所有人都在告诉你这是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的时候。但你要记住，资本市场从来没有什么最后机会，错过一个 SpaceX 还会有下一个 SpaceX。但如果你把本金亏光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不是说 SpaceX 一定会暴跌，我也不是说你绝对不能买 SpaceX， 我只是想告诉你，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你都要先搞清楚自己在买什么。你买的是一个改变人类未来的梦想，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投资机会？你买的是马斯克的个人魅力，还是公司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你是打算长期持有10年以上，还是打算赚一把就走？这些问题只有你自己能回答。我能告诉你的是，现在这个位置风险远远大于机会。如果你真的非常看好 SpaceX， 我建议你等它上市之后，经历过第一次暴跌之后，再考虑买入。历史已经无数次告诉我们，所有的科技巨头 IPO 之后都会有一次超过50%的暴跌，这是规律。没有人能打破让子弹先飞一会儿，等它落地之后再去捡也不迟。仰望星空的时候，也要低头看估值。故事可以热血，但投资必须冷静。不要让你的情绪战胜了你的理智，不要让你的梦想变成了别人的提款机。以上内容只是我基于公开信息和个人研究做出的分析，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每个人的资金状况、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周期都不一样。做任何决定之前，都要回到自己的判断和计划里，